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lise 安妮，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占卜频道。今天要分享的大众占卜主题是解读未来3个月的桃花能量趋势。这里我已经选好了4组咖啡胶囊作为本次占卜的指示物，这是第1组，第2组，第3组，第4组。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最有吸引力的那一组，然后跳转到对应的部分领取属于你的信息吧。好的，那我们第1组的宝宝们，绿色咖啡的这一组，你们的牌已经抽好啦。大众占卜的能量比较混杂，大家可以先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一下现在的能量状态，如果觉得不是那么连接得上，可以重新回到选组的时间，再看看是否可以排除干扰，选到一个更适合你的通道。这里我们的现状是一张愚人牌，我会认为这一组的宝宝年龄偏向年轻，可能刚刚结束了一段旧的关系，或者是正在准备迎接一段新的体验，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说你们本身可能不太在意是否有一段稳定的关系，而倾向于随缘，或者是能够在感情当中有一组更轻松的互动。这一组的宝宝应该是不太希望受到束缚，不太希望受到传统的价值观或者是父母的影响，想要探索人生的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有句话是说，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非常适合送给这一组的宝宝们。那么我们先看到第1个月是一张权杖国王的正位，那么我会觉得在第1个月这一组的宝宝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成熟、自信，然后还很充满领导力的这么一个人。我认为这个人对你的吸引力，不管是从外表还是从性格上，都会激发出你很大的兴趣。有可能他对你来说充满了满满的性张力，是一个外表和身材看上去就很不错、很好的这么一个偏向阳性能量的对象。他可能是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甚至可能是你的工作里面的上司，或者是比你高一届的学长学姐，或者是整个业界的很大的前辈，但是同时他并不会给你一种死气沉沉或者是过于沉稳的感觉，他还是有这么一个积极向上的能量和一个偏向年轻的心态存在的。那么第2个月宝剑国王的逆位，这个人呢，他可能依旧是偏向阳性能量，不管现在看这个视频的宝宝你是偏向阴性或者是阳性的能量，那么你在第2个月遇到的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有点固执，然后在沟通上可能不会太直接的去表达，甚至有可能会向你隐藏一些他真实的想法，就是有一些傲娇，然后也有一些不太愿意沟通的这样一个情况存在。但是呢，和第1个月我们出现的这位权杖国王一样，我认为他还是一个事业有成，或者说是一个自身就很有能力，然后也很有吸引力的这么一个人。只是说由于你目前的能量是一张愚人牌的话，这2位国王和你目前的能量都不是很能衔接得上，可能会他们的这种爹系的感觉会让你产生出一种有被束缚，或者是觉得有被管束到，甚至激发起你一种强烈的想要逃脱、想要反抗的这么一个能量。那么第3个月是一张星币8的正位，我认为这张牌可能暗示了是说这一个感情关系它是需要你耐心去经营、去等待，而不是像前2个月一样非常明显的就是会有这么一个人物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可能在这个月里面，你会因为工作的原因而频繁的接触到他。那么根据这3张牌来看，我认为这一组的朋友在工作或者在学习的环境当中遇到一个老熟人，或者是你的上司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并且我认为你们应该不是新认识的人，可能是他和你有一定的工作衔接，或者是在同一个社团，大家有共同工作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一组牌，我认为第3个月不太会有像第1个月那样轰轰烈烈的吸引力发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恋恋笔记本》，里面的男女主会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比方说躺在凌晨的马路上。那么第3张牌的这个能量趋势啊，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更加稳重、更加稳妥的，或者说接地气的感情关系，不太会是一个非常浪漫或者是能够激发你们动力的一个热恋期的表现。那么也有可能说是前2个月如果大家接触的比较好的话，那么在第3个月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耐心经营的关系当中，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能量。对这一组的宝宝们来说，可能你们要考量的是，由于你们现在是一个比较放空、比较随心所欲的一个状态，那么遇到的这个他更有掌控力、更有领导力的这样一个性格，或者说他想要带领你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我认为这一组的宝宝可以去多多期待一下接下来3个月，我认为你们应该是不缺这种桃花，并且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能跟你产生互动的这样一个能量的人存在的。好的，那么第1组的解读就暂时先到这里，喜欢的话请大家订阅或者是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反馈都可以在评论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Hello， 第2组金色咖啡组的宝宝们，你们好呀！大众占卜的能量比较混杂，大家可以先对应一下当前的能量状态，如果不是那么连接得上，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选组视频，看看是否可以排除干扰，选择到最适合你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一组的这张现状牌是一张宝剑侍从的逆位，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宝宝依旧是一个很年轻的心态，或者是一个年轻的状态，在面对生活和感情。可能你们最近接受到了一些信息，可是这个信息并不是你们所期待的，或者是它并没有是如约而至，而是有一些延误。总体来说，这个信息应当是激发出来了你们的一些探索的欲望，比方说你看到身边的朋友居然谈上了恋爱，本来以为他和你自己一样都是单身的情况，或者说你之前比较看好的一个心仪的发展对象，由于你并没有及时的出手而被别人抢先了，占领了先机。所以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呢，由于你们得知了这个不太让人看好的消息，所以说对你们不太成熟的心态上来说，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并且会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那么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接下来3个月的发展情况吧。第1个月是一张吊人牌的逆位，我认为这一组的宝宝可能就像我之前讲的一样，你可能会由于自己并没有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关系当中，或者说自己并没有发现事情如自己所愿的那样发展，感到了一些焦虑或者是不安。但是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认为你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行动力，或者说还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有一种自己把自己束缚住的感觉。有可能我认为你会受到一些之前的感情遗留的问题的绑架，比方说你的前任，或者是你之前看好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一位你暗恋很久但是还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的这位对象，他迟迟没有给到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因此你被迫的在被动的等待。就目前来说，你应该是没有往前踏出一步的机遇，也没有后退一步的决心，所以说非常被动的被困在了原地。那么如果说这一组的宝宝是在第1个月会遇到一个新人的话，那么这一个新人他也是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有一点像在暧昧的拉扯，但是会
对你的情感和你的整个精神状态是一种比较消耗的存在。我会建议第一组的宝宝在第1个月去评估一下自己在这个关系或者是在这个相处模式中自己的损失和得到了一些什么，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尽快的把自己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解放出来，不要去被动的等待别人，也不要把自己给吊死在一棵树上。好的，那我们再看一看第2个月，这是一张星币10的逆位。我认为到了第2个月的话，可能宝宝们会更加清晰的感受到目前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出现的这一个人，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更加长期的承诺，或者说没有一个看得见的稳定的有物质基础的未来。那么也有可能在经历了第1个月的不如意之后，第2个月会有一些家里的长辈，或者说你的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会给你推荐一些关系，你们会在一些聚会上认识一些新的人，那么会给你目前的人际社交圈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我希望第2个月第2组的宝宝们依然是可以关注一下双方的家庭压力和物质问题。那没有物质基础的关系就是一盘散沙，虽然说感情当中我们情感的流通和沟通也非常重要，但是呢，我认为这一张牌也在提醒第2组的宝宝可以去关注一些家庭或物质上面的问题，并且可以去思考一下是否需要付出一个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到身边的人。可能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种自我内耗或者说自我绑架之后，希望你们可以关注到一些更加实在的问题，能够回归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就算没有把时间或者精力投射在某个人身上，你认为这是不值得不必要的，那么我就希望第2组的宝宝可以更多的关注到自身的发展和未来的问题。那么到了第3个月是一张月亮牌的正位，那么我认为第3个月这一组的宝宝还是会遇到一个让你动心的人，只能说在经历了前2个月的这种挣扎和思考过后，到了第3个月，你会不会在遇到他的时候更多的产生的是一种迷茫、不确定，甚至想要后退、退缩的想法，就是会有一种智者不入爱河的感觉。那么这一组的宝宝，如果说在这个月里面有一些担忧，就是你也不知道这种隐隐的潜意识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你这个时候的一些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你一定是在和某个人的相处当中，或者是在和环境的交互当中感受到了什么，你才会出现一些你认为是好像毫无逻辑的想法。那我觉得第3组的宝宝可以在夜晚和自己进行一个更深度的交流和对话，好好的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怀疑和不安，是否对方或者说是否你的这个桃花的对象真正的隐瞒了你什么，或者说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否是受到了这种不稳定的，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好的给予你安全感的环境的影响。我希望这一组的宝宝可以去好好的检查一下你周围的环境，或者说出现在你身边的人，是否有一些在暗中偷偷的觊觎你，或者说在偷偷的给你使绊子的这么一个人或者是事情的出现。虽然说月亮会给现实蒙上一层美好的朦胧的幻象，但是我认为也不要害怕去撕开这种幻象，透过这一层朦胧的光看到现实当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并且尝试去解决好它，而不是被动的把自己困在这个河流的漩涡当中无法自拔。
那么最后，祝福我们这一组的宝宝可以真正的去享受感情，享受生活。无论这个桃花是否是能够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出现，以你最期待的方式出现，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去优先自己的感受，然后真正的去享受自己的感情生活。好的，喜欢的话，请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吧。我们下期再见。第3组的宝宝们，你们好呀！这一组选到的是冰川蓝色的咖啡。大众占卜的能量比较混杂，可以先对应一下当前的能量状态。如果不是那么连接得上的话，可以回到我们选组的视频时间，再看看是否可以排除干扰，选到更适合你的通道吧。这一组的现状牌是一张教皇。这一组的宝宝们可能当前面临到了一些压力，不管是别人施加给你的，还是说你在自我加压，那么你现在都觉得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关系是一个还蛮有必要的事情。有可能你现在正在面临家里的相亲，或者说你虽然说想要去进入感情状态，但是被一些规矩，被一些家规，被校规，或者是被一些工作场景所束缚住了。这一组的宝宝，我感觉到你们都是一个更加传统，或者说很注重关系当中的责任感的人。你们是非常有道德和价值观念，以及比较看重家庭的这么一个类型。然后我们来看看接下来3个月的运势吧。第1个月是一张大牌国王牌。那么我认为这张牌的出现表明在下一个月你们会遇到一个对你们生活当中会出现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或者说给你带来一个挺大冲击力的这样一个桃花。他也是一个比较有阳性能量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成熟，然后也很稳重，有可能已经在经济上或者事业上、学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对你们来说，可能他是一个更加具备掌控力或者是领导力，气场非常强大的人。第1组的宝宝，我记得他们当时第1个月是一张权杖国王。那么这一组的宝宝抽到的是一张国王，那说明你们的这个桃花能量比第1组的更加的强势，或者说更加的明显，能够让你在人群当中一眼就注意到他的存在。我认为这个人是非常适合你当前的这么一个需求，有一种求人得人，或者说你长期以来一直在梦想的东西，它显化成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的好的能量。那我们再看到第2个月，这是一个星币1的正位，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说明你的这段关系它有落地，或者说有切实的出现、切实显化的这么一个机会。你们有可能会通过事业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结识。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了这么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开始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月你还会收到一些鲜花或者是礼物，也有可能你们的一些合作的项目被敲定，你会时常看见这样的一个人，给你们的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或者说有外力推动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很实际、很接地气的新人，当然有可能是说你们在第1个月遇到的这一位成熟稳重的伴侣，他确实是有机会和你们发展一段新的恋情的。我们说的桃花运势，它不一定是正缘，但是对于这一组的宝宝们来说不一样。我认为你们是很有机会接触到一个可以长时间接触，或者说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这么一个人的。那么第3个月是一张星币10的逆位，也是会面临一些现实考验的这么一个人。比如说你们的家庭背景，或者说你们面临的经济压力，以及你们的一些对生活、对事业的长期规划，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比起第2组抽到了同样的星币10逆位的宝宝们来说，
这一组的宝宝，我认为你们其实更加的有能力，或者说有机会，甚至是你的这位桃花，你的对象是有能力去和你共同去面临，或者是承担这个风险，去解决这个困难和挑战的。只是说，这张牌在提醒你们，可能会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过我相信这一组的宝宝们可以有能力去解决，就算在深思熟虑之后发现不合适，你们也是完全可以抽身而出，或者是去冷静的分析，然后找到关键的问题所在的，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段感情就是有一些无形的压力存在。我认为你们是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且可以去和家人朋友商量怎么样去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一组的宝宝整体看下来是目前最接地气以及最有可能能够进入一段关系的宝宝，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当中可以遇到和你势均力敌的那个人，并且可以一起勇敢的有规划的去解决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然后进入一段更长久更稳定的关系。好啦，以上就是第3组的解读，喜欢我的话请关注订阅，我们下期再见啦。Hello， 第4组的宝宝选到我们紫色咖啡的这一组，这一组比较特别，其实我录完前3组之后已经不太有精力了，但是没有想到刚好看到这一组牌还比较有灵感，所以说也连着给大家解读一下。大众占卜的能量比较复杂，大家可以先对应一下当前的能量状态，如果不是那么连接得上，可以重新回到选组。那么第4组我们的这一张现状牌是圣杯2，第4组我觉得应该是目前过得最舒心的一组宝宝啊，你们目前和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是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你们现在正在一个良好的发展状态当中。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这个阶段，你的某个旧情人又重新出现了，他想要跟你重新建立这么一个深厚的情感联系，他突然回想到你们之前在一起的种种美好，或者是种种愉快的沟通经历，他想要唤醒你的这段记忆，并且和你重新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第1个月这张牌是一张审判的逆位，我认为这一组的宝宝确实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你可能会遇到你的前任来找你翻旧账，或者说他想要和你复合，那就算你把你的精力更多的是放在新人身上，那么这个新人也可能会突然去和你纠结一些你之前的感情经历呀，或者说他和你之前就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呀。总之在这个月里面，你需要花时间和精力来清理一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心结。那这组的宝宝这一个月我认为可能还不止一个人，你们的这个桃花能量还蛮强的，身边肯定是不缺有关注你们、喜欢你们、在追你们的桃花或者说对象存在的。那么在第1个月，希望你们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周围的环境，或者说去思考一下过去的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那第2个月是一张圣杯1的逆位，这一组的宝宝总给我有一种有一些机会浮现在你的身边，但是你却弱水三千，不知道去哪一瓢饮，或者说你的这些感情关系都不是特别的满意，你认为都没有达到你真正的期望值，因此你们的感情关系没有办法真正的成型，或者说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一个流通，你们的沟通上还是存在有一些障碍和问题的，并且你在这个阶段可能你对感情没有太多的热情，或者说有一些失望的情绪在里面，
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那么这一组的宝宝可能在第2个月，还是在天时这一方面有所欠缺，有可能你们穿得美美的准备出去约会，可是就是天公不作美，或者说时间没有办法对上，导致你的期望落空，然后对这段感情有所怀疑。那么这样的状态呢，在第2个月还是蛮明显的。以及我还是想提到，可能前任复合，但是我认为在第2个月里面，起码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不是那么的有利，或者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可能还是觉得这段感情哪怕破镜重圆，也不再有当初的美好，或者是单纯纯粹的这样一个感情，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最后一张牌是我们死神的逆位，这一组宝宝，可能你确实一直没有放下一些过去的感情，那么这张牌提醒你需要去做一个清理，或者说需要去处理这么一些琐碎的小事，然后在感情上或者是在生活上往前进了。是你或者是对方可能迟迟不愿意结束某一段旧的关系，可是呢，我认为死神牌的出现，它会告诉你，虽然说你们的缘分确实还没有走到尽头，你们还会有一些联系，或者说还会有一些惦念，可是我认为这一组的宝宝需要真正的静下来想一想，这段感情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说它是不是还有继续的必要，和它能不能够让你像从前那样开心快乐了。这一组的宝宝，如果说你能够真正清理过去的关系，然后能够终结这个比较消耗你们的反反复复的循环往复，可以迎接情感的新生，我认为是最好的。哪怕你就是和旧人再联系，那么也是以一种新的状态出现，有一种死过一次然后再复生的感觉，而不是说一直拖着，或者说还沉浸在过去的那么一个相处的模式里，想要苟延残喘也好，或者说这种强行续命也好，希望你们可以迎来新生，然后真正的放下过去，去迎接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4组的解读。总的来说，这一组的宝宝肯定是身边不缺桃花，不缺人关注的。可是你们面临的问题肯定也就更多更复杂。希望你们可以整理好自己的心情，然后迎接一个新的生活。以上就是全部的解读啦，喜欢的话请订阅关注我，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是私信，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